大家好，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如果是我的铁粉，请给我一个 like。第一次看我的视频，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咖啡和寿命的关系终于被专家破解，再忙要花2分钟看看。咖啡对现代人来说，已经是一种很常见的饮品，可以说不少人都是靠咖啡来续命，一天不喝就浑身难受。咖啡分速溶和手磨，相比之下，手磨咖啡站更高一层，在人们眼中也意味着高雅。当然，高雅与实用之间往往相隔甚远。提神醒脑是咖啡实用主义面的金字招牌，也正是这一面向攻坚的闪光点，帮它衍生出了胶囊咖啡、速溶咖啡以及咖啡饮料的一系列产业。相信悠悠天地之间，深夜键盘之前，定有一杯雀巢速溶与万千工作人同在。咖啡有多健康？雅诚可贵，提神价更高。若为健康过尔者皆可抛。如果你对咖啡感兴趣，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它的健康区间。相比于从不摄入咖啡的人，每天喝一杯咖啡的人，死亡风险降低 8%， 每天喝2到5杯降 12%， 每天喝6到7杯降 16%， 每天喝8杯或更多降 14%。这里的死亡风险指全死亡风险，也就是所有原因导致的死亡的风险。所以这些结果不限于咖啡种类，现磨咖啡、速溶咖啡都具备同样的防死功能。该调研于2006年到2015年间展开持续了10年，共50万人参与研究，结果最终于2018年发表于国际顶级刊物美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学。不过这些研究结果存在一些与常识相对的疑点。其一，对于健康成年人，美国 FDA 标定的咖啡因每日安全摄入量小于等于400毫克，再多就会有健康隐患。妇女和母乳喂养中的女性更是要把咖啡因摄入控制在200毫克以下。其他存在健康问题的人也需酌情用咖啡。现磨咖啡的咖啡因含量一般在226毫升、150毫克左右，而一杯标准咖啡的体量通常为180毫升。多种饮品的咖啡因含量换算一下，喝4杯标准现磨咖啡就会摄入480毫克咖啡因，喝8杯以上摄入量就奔这1克去了。无论是孕妇还是健康人士，一天8杯以上的咖啡绝对算得上对身体不负责的行为。但这项研究却似乎在告诉我们，放心的喝，大胆的喝，肆无忌惮的喝，喝出一副好身板。所以显然我们要对研究结果持保留态度。其二，研究发现去了咖啡因的脱因咖啡有着丝毫不减的防死功效，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观念的颠覆。因为我们一直都相信咖啡因是咖啡的核心。咖啡因的白与黑有大量研究表明了咖啡的各类注意事项，多种心血管疾病、癌症风险、肥胖症，甚至痴呆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这些香醇饮品的正面作用。而咖啡因是其中最关键的健康因子。咖啡因能够通过多种途径舒缓血管的紧张状态，从而降低产生心血管问题的风险。关于这一点有相当详实的数据支撑。曾有人对1966年到2013年间发表了全部文献数据进行整理，最终得出结论，饮用咖啡与心血管疾病全因死亡率呈负相关。不过有2处问题存在争议：高血压和心律失常。研究人员发现，人体在摄入咖啡因之后，收缩压和舒张压会显著增加。
那些有喝咖啡习惯的人，相比不喝咖啡的人，血压水平更高。科学家们提出了多种理论解释这一现象，包括咖啡因加速人体释放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从而引起冠状动脉的血管收缩。咖啡因刺激交感神经，激活心肌组织的特定受体，触发心肌收缩，血压升高。咖啡因的快速摄入会降低血管弹性，诱发动脉硬化等等。但所有这些只能表明，咖啡因确实能升高血压。咖啡因摄入与高血压发病风险正相关是不同的概念。咖啡因和心律失常的关系也很暧昧，有说两人没关系，有的说正相关，有说负相关的。总而言之，是球锤还没得锤。另外，研究者指出，咖啡因的抗氧化能力是它降低多种癌症风险的关键。它促进脂肪氧化，加速脂肪代谢的功能，则是帮助咖啡爱好者规避肥胖风险的好家伙。咖啡因和痴呆症之间的关系，近几年才逐渐被揭晓。科学家通过10多年的追踪研究发现，每天摄入超过261毫克的咖啡因，患痴呆症或认知损伤的风险可降低36%。最近研究者还发现，咖啡因对预防帕金森病也有用。咖啡最为人接受的健康损伤集中于睡眠。传统观点是它会延长睡眠潜伏期，降低总睡眠时间和睡眠效率，恶化睡眠质量。科学家也通过实验发现，摄入咖啡因之后，人体在慢波睡眠阶段的脑电图慢波活性降低，意思就是这个阶段睡得差。当然，只要有喝咖啡习惯的朋友，差不多都能摸清咖啡因对自己睡眠质量的影响。喝咖啡图什么？不就图它能让我睡不着吗？喝茶就能活得更久，茶能提神，靠的也是咖啡因。不过喝茶相比喝咖啡，咖啡因摄入要低得多。泡一杯茶与磨一杯咖啡，消耗的干茶远少于咖啡豆。而且中国人喝茶喜欢反复冲泡，喝完一泡又一泡，就是不换底料。如此一来，实质的咖啡因摄入其实少得可怜。除了咖啡因，茶叶里还有2大重要健康密码茶氨酸。一种茶叶特有的水溶性游离氨基酸，它能穿越血脑屏障，帮助机体舒缓压力，提高认知能力和睡眠质量。北京协和医院的团队发表了一项关于喝茶习惯与心血管疾病和全因死亡风险管理的研究。他们发现，长期喝茶者相比从不喝茶的人，患心脏病或中风的风险降低 39%， 其中致命性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降低 56%， 而全因死亡风险则降低 29%。 研究人员也曾在论文中给出了建议，一个人每周至少喝3次茶，健康长寿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至于这个研究成果是真是假，我只能说，最终结果发表于著名刊物《欧洲预防心脏病杂志学》。这个研究的参加人员达到了10万人，对参加人员的追踪也持续了10多年。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别忘记点赞、收藏，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个视频见啦！